因为它本身也是书，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当时做的礼物，所以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就坐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聊聊天，聊一聊我们的爱情故事。是我们在一起4周年的时候，我给冰冰准备的一个礼物。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6年多了啊，6年了。这个其实也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就按照这本书的一个时间线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爱情故事吧。就是第一章啊，我们是如何认识的是在一个聊天软件、聊天 App 上、社交媒体上认识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嘛，就是他当时是我的一个小学弟，然后我是一个学长，再叫一遍。学长是学长，然后所以等一下有点热，开始热了。从认识到在一起的过程的时间就10多天，但是中途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刚开始是以一个朋友的关系去相处的。记得我决定要追他，是因为我当时给他开了一个很无聊、很土的一个玩笑，就是我约他出去吃饭，然后我们俩面对面坐着，我就说，我看一下你，我感觉你的手很小，我们比一下手大小。然后我就让他把手伸出来，我比大小。然后他当时就这样伸出来之后我就比了嘛，比了之后，然后我就这样十指紧扣，就把他的手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他的脸，我给大家说，他的脸从脖子到这里，哇，整个脸通红，就当时那个害羞的感觉，让我觉得说很可爱。然后就从那之后，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追到他。我一定要追到他，我一定要得到他。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很频繁的，我就约他出来嘛，每天都会见面，每天见面。而且刚开始他发现我追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说不知所措，就是有点抗拒。对，有点抗拒。我约他不出来，就吃个饭，然后吃完饭后散步、聊聊天之类的嘛。然后他就是不出来。就是难约，然后我当时为了见他一面，我甚至就说学校是一共有3个食堂，就我问他在哪儿吃饭，他跟我说在2食堂吃饭，哪怕我是在第3个食堂吃饭，我也会马上跑到2食堂去制造一些偶遇的机会，就真的是。大家不要看我们现在这么美好的爱情，都是我当时很努力厚着脸皮努力得来的，我应得的，真的是。我们寝室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我问他寝室在哪，他也不告诉我，我真的是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才知道是在哪一块区域，我就去找他，我就说我在你们寝室楼下，我在你们寝室门口等你，你不出来我就不走，然后我就真的是在那一直等，因为那个时候天气还比较冷，然后他用这一招就让我觉得不好吧，让他这么冷的天气一个人在下面等着，万一感冒生病了怎么办？对，然后就逼得我没办法下去，就是相当于逼着他下来和我见面，然后我就真的是他不来我就不走，我就一直要等他，然后软磨硬泡，慢慢的他就下来，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散步呀、聊天啊那些。那段时间可能有大概半个月吧，接触、聊天、约会、去看电影、去玩各种。对。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去约会的一个照片，当时是在一个游乐园啊，游乐园我们前段时间也刚去过，就是时隔6年再去的话，感觉还是有点恍惚，就感觉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些场景啊，我们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我甚至还记得当天我们吃了什么。虽然这段经历过去了已经快要7年了，但到现在我还记得，因为这是我最宝贵的回忆。是不对，现在已经不是我了，是我们最宝贵的回忆。从认识到确认关系之中，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拥抱，第一次想抱他的时候，真的太好笑。我们当时在学校的一个大门口，然后要回去午休，然后我就怎么都不让他走，我说你必须给我拥抱一下，我才让你走。然后他当时就不好意思嘛，不让我抱他。然后我想抱他就跑，大家懂吗？就真的是他跑了。他跑了，然后我就去追他，后来追到那儿，然后我就真的是不让他走了，就拉磨硬泡说必须得抱一下。后面他就实在顶不住了，就实在顶不住，因为他想回去睡午觉了，然后就说好嘛，他就把自己的那个帽子给戴上，卫衣，因为他穿了一个卫衣有帽子的，他就把帽子给戴上，然后就打开。然后当时因为那个衣服穿得很厚，外套是那种很厚的羽绒服的外套，然后就很可爱，就像个小熊一样，这样手张开，说来嘛。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拥抱，然后第一次拥抱就是就是这种感觉，他当时这样打开，然后我就很实，然后我就在那，然后真的我就这样抱着他，抱着超紧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拥抱他，然后第一次抱超紧，然后当时我就感觉，虽然我们在学校门口附近人流还是挺大的，然后我感觉社上没有人了，就只有我们俩，我在那抱着，我觉得那
可能只有几秒钟，真的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是我觉得说过了很久，就是他那种心动的感觉真的是没得说。现在想起来，已经过了快要7年，然后我们在这7年中也抱了无数次，真的是无数次了。我们每天都会拥抱啊，对，亲吻啊，那些都会有。但是第一次拥抱给我的感觉真的会记一辈子，就是小鹿乱撞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很甜。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我抱完他之后他的反应，我抱了他之后，他整个人就僵住在，他就手就在僵住。我很紧张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抱好还是不抱好，然后我就觉得人有点多，然后有点尴尬。他之后啊，抱完他之后，他的那个卫衣是有那个帽子是有带子的，他把那个带子拉起来，就把自己本来是这样的一个帽子缩成这样，然后跑了，然后转身跑了。我就是当时觉得很好笑，很可爱。看他背影跑远，然后觉得很可爱，拉着跑了，我当时就笑死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天啊！现在想一想，你真的知足吧？和我这个纯爱战士谈恋爱，那就是很甜很甜啊！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当时确认冰冰也喜欢我的时候，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半夜。当时我和他聊天嘛，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就是每天都会聊天，就出去散步聊天聊到很晚，就是每天可能1、2点钟，半夜1、2点，然后才回寝室。有一天就是1点过了，然后我送他回去，他说他饿了，然后我说你为什么饿？他说他没有吃晚饭，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怎么能不吃晚饭？然后我就说去小卖部给他买点吃的，但他们寝室门口那个小卖部关门了，然后我就说那他说算了吧，然后让我回去，然后我自己就回到我的寝室了。然后我们俩寝室其实中间隔了可能一个路程的，走路要走差不多20分钟左右。然后我自己走回去发现，哎，我们楼下的小卖部是开着的。然后我就在我们楼下的小卖部给他买了一大袋的零食，真的一大袋的零食，买的，然后又走了20分钟走过去找他，然后我就给他发现我说你下来，然后他下来之后看到我压了一袋零食在那儿，然后就是我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整个人都惊到了。就是因为已经很晚了，而且又冷，结果他跑这么远回去，专门给我买了零食，然后又回来，然后那一瞬间哇，我的天哪，是吧？这辈子还感觉心动吧？那一刻疯狂觉得，因为真的是心动的感觉，怕他饿着。然后我当时给他之后，我就说，因为当时还是很冷，我就说你快上去了，快回寝室了。我给他之后，我就转身走了很远之后，我转头看他，他当时在一个路灯下，然后也是穿着厚厚的衣服，拿着那一大袋零食。我已经走了很远了，我回头看他还在那儿啊，目送我，就是舍不得走。然后那一刻我就确定了，他也喜欢我，就是爱情要来了，爱情来了啊！相识的过程并不是说一来就说哎不错，我们俩谈恋爱吧，并不是，就我们俩相处模式刚开始是就是按朋友的一个模式去相处，就是慢慢的了解对方。因为是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就聊各种天，我们聊过去自己的经历，一些特别的经历，然后聊对未来的一些展望，然后发现哎我们俩对未来的展望很像，就是希望过一些自由自在的生活，努力的工作，有能力的去看一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东西。然后发现两个人对未来的打算也不错，然后人的世界观呀、价值观那些都挺契合的，然后要不试一试，然后就决定给冰冰表白了。然后表白那天也是表白，因为我在冰冰之前其实我是谈过恋爱的，但是冰冰在我之前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所以我心里想着说，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表白。因为我也需要一个，冰冰也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表白。那天我就约了冰冰，提前约她说我们去海洋馆。然后其实我心里早就盘算了在海洋馆要给她表白，但是我当时因为有很多变数，我其实不知道的。当时我好紧张啊！我这个人，大家看我的性格，其实我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我脸皮比较厚，不容易紧张嘛。但当天我真的好紧张，我就感觉是压了一口气，你懂吗？就是虽然我当时是知道冰冰会同意的。会答应我的就这么自信，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我那个时候我不想说我们的关系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开始了，我需要有一个节点，我大声的告诉他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好吗？我觉得这样来说对他
对于我们俩，对于这段感情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对，在海洋馆准备给他表白。对，我记得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一直带我走来走去，走过来走过去，然后我就想啊，要看这么久吗？要看这么久吗？我当时心里面在想，因为当时人有点多，我其实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就是不喜欢别人看着我们。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结果当时人好多呀。然后我带他在那个，我开始计划的是在那个海底隧道，大家知道那个海底隧道就上面也是那个鱼，就感觉像在深海里，就觉得很浪漫。那当时人太多了，后面就想着说，那换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结果我们那一下午我就在那边找地方没找到，然后等到最后别人要清馆的时候，别人5点钟的时候闭馆，然后我们4点过了，4点40左右了，是吧？当时开始清场了，开始清场，我说哎，机会来了，没那么多人了。然后我就拉着冰冰到那个白金馆的面前，就是我们俩的爱情的见证者是那2只白金。对我们在4周年的时候其实回去看过他们。对，然后我就拉着冰冰在那个白金馆面前，当时紧张的要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平时因为我提前准备好了，我说我想跟你说什么，然后我当时准备的一段话是说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灿烂，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都能那么灿烂。然后其实中间还有一段话，我提前准备了还有一段话，我现在也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没说，我当时就忘了，到现在都不清楚你具体说了什么话，因为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天哪，他干嘛？他表白了吗？我的天哪，就是我的脑子也是懵的，但是我知道你在干嘛但是我脑子是懵的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通嘛，我其实准备了很长一段，我就想说，而且我提前背好的，我想流利的背出来，结果当时真的太难了，太紧张了，我就直接只说了一段，我说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灿烂，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能这么灿烂，和我在一起好吗？然后当时就只说了这一句，但是我一直记得。话之后，冰冰给我的反应，他并没有马上的说好。你知道那几秒钟有多煎熬吗？我心里想怎么还不说呢？怎么还不说？然后他过了几秒说了一句他问我现在几点，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我说你问我现在几点？我给你表白，你突然问我现在几点干嘛呀？就是因为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节点，就是需要我们这段爱情开始的一个准确的时间，对，一个准确的时间。然后当时拿出那个手表，然后拿出手表看是下午4点51分一直记得，就是一直记得下午4点51分。那手表我说4点51分，然后他说好，然后那一刻我就和冰冰就是在那个白金馆面前狠狠的拥抱在了一起，就是我们俩在那个白金面前就狠狠的拥抱在了一起。对，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对，然后我们4周年的时候就重新去了一次，因为我们刚表白那天是我们俩去的，没有人拍照记录。然后4周年我和我们朋友又去了一次，然后在那儿复刻了一版在那儿当时拍了一个一样的角度、一样的场景的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对，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那儿抱了很久，狠狠的在那儿抱了很久。那一次是真的抱了很久，感觉世界上又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周围。感觉陷入了一个什么地方，就只有我们俩，陷入了一个漩涡，对，就只有我们俩，然后周围都是空白的，我甚至真的是不知道，我当时头脑超空白，然后就很开心。虽然我早就知道答案，我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给他表白之前，我就是知道他肯定会同意我才会去表白的。然后虽然我知道他会说好，但是他说好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好幸福就很开心。那天就真的是整个人被幸福冲昏了头，遇到了现在已经是第7年，然后还有未来的好多好多年，就是很甜。我和冰冰其实也很久没有把我们这些事情拿出来聊了，就是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自己也重温了一下当时我们的那个回忆，真的很历历在目，就是在回想的时候还是觉得好甜，然后每段时间回想一下就有不同的感受。对，就什么谁想听第一次亲亲的是吗？第一次亲亲的事，要不我留到下次的时候给大家讲。下次再讲因为太长了。我经历了一些很多有意义的时刻，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同居，我们为什么决定同居，然后我们给彼此第一次过了生日，然后包括说我们第1个周年，那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时刻。我们这个就下期视频，就下一次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对，再做这种分享爱情故事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来一个 love ending 好吗？ love ending， 拜拜，拜拜。